3年前，苏婉清在异国他乡的旅游途中，机缘巧合的在一家娱乐场所里救下了正被3、4个女人灌酒的男模弟弟。那男模简直帅到极致，堪称男模界的天花板。为了报答他的救命之恩，男模弟弟请苏婉清吃饭，还送他回酒店。在那10天里，每次苏婉清出门，男模弟弟都会默默在酒店楼下等候着他。他看着他，眼中满是落寞与孤寂，说道：“我在这举目无亲，姐姐，你可别抛下我。”那副可怜兮兮的模样，仿佛随时都会被人欺负。苏婉清心地善良，见不得男模如此，便带他一起游玩了10天。直到旅游结束，苏婉清说要离开，少年顿时愣住，眼睛瞬间变红。跟着他进了酒店后，就开始脱衣服。苏婉清没忍住，与他陷入了那段过往。那一年，男模弟弟19岁，他22岁。回来时，唐依然在机场接他，他高高浑身青紫，密密麻麻全是吻痕，没有一处完好的地方，简直惨不忍睹。这给喜欢沉迷男色的苏婉清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让他整整消停了3年，甚至无法接亲密戏，异性一触碰他，他就会产生心理排斥。他毕竟是在娱乐圈混的，这直接断了他的半条后路。苏婉清端着一杯鸡尾酒，含糊地应着唐依然，眼神在场内扫视着。这里形形色色的男人，光怪陆离的贵公子应有尽有，但却没有能入他眼的。唐依然知道这里没有苏婉清能看上的，放下酒杯，拽着苏婉清的胳膊就往2楼走去，边说上边还有。为了帮姐妹找寻猎物，唐依然的眼神像激光枪一样在场内扫视着。突然，他的目光猛地停下，喊道：“苏婉清。”苏婉清被这突然的声音吓了一跳。坐沙发里喝酒的那个男人又嫩又帅，特别带感，绝对超符合你心意。哪儿？苏婉清兴致勃勃地顺着唐依然指的方向看去，仿佛有所感应，对方在他视线扫过来的时候，突然抬起了头。刹那间，四目相对，厉景深那淡漠的眼底瞬间燃起炽热的光芒，仿佛被狂风骤雨侵袭。手中的酒杯砰的一声被他狠狠捏碎，玻璃渣全部碎在他的掌心，鲜艳的血瞬间与艳丽的酒融合在一起，顺着骨骼纹理流淌而下，触目惊心。他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失控的站起身，颤抖着声音说道：“姐姐。”苏婉清当场愣住，心口猛地一跳，半天没反应过来，眼中满是不敢置信，直到听到那声熟悉的姐姐，才猛然拉回他的神智。走，怎么了？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个尤物，你不怕我还想上呢？苏婉清一路拽着唐依然，火速逃离了现场。上了车后，他才敢松了口气，正要和唐依然打道回府时，车窗被人吊儿郎当的敲响。透过单透玻璃，苏婉清偏头看到车窗外少年那张帅气逼人的脸，他嘴里咬着一根未点燃的烟，穿着一件黑色绸缎般的衬衣，领口的纽扣随意地敞开了2颗，露出里面冷白的嶙峋深陷的锁骨以及那条黑色水钻项链。不羁的少年气与逐渐成熟的男性专属荷尔蒙交织在一起，他似乎比3年前更加惹人喜爱了。他收回视线，强装镇定的正要让唐依然开车，谁知唐依然卖姐妹比什么都快，苏婉清话还没说完，他就率先把车窗降了下来。嗨，帅弟弟。苏婉清。唐依然笑嘻嘻地说，勇敢轻轻迎难而上。苏婉清，姐姐，你怎么总想跑啊？他骨子里透着一股痞气，腔调肆意又懒散到极致。与垂在身侧因刚才在娱乐场所捏碎玻璃杯而被扎伤手流血，却全然不顾紧紧攥紧的指尖，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掌心那位及时处理的伤口，鲜红的血顺着指缝一滴一滴的流着，他就好像感觉不到疼痛一样，只是一双眼睛紧紧盯着苏婉清。知道这回跑不掉了，苏婉清很快调整好自己，转过头来说：“没跑，他有什么好跑的呢？当年那段短暂的欢愉，说到底，他们俩顶多算个朋友。他用陪伴换他的身体力行，谁也不欠谁。要是真追究起来，他才是吃亏的那个。”苏婉清轻笑一声，看这情况，你业务版图拓展的不错啊，恭喜。厉景深似乎被他的话逗笑了，嘴角微微扬起，胳膊肘随意地压在车窗沿上。当初你为什么不辞而别？他似乎对这件事很执着，一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苏婉清。苏婉清不说话，他又耐着性子重复了一遍：为什么不辞而别？是我做的不好吗？姐姐，为什么你那么果断的就不要我了？后面这句话他哽咽着没说出口，他特别想对他来一句：他那股子蛮劲，自己难道没点数吗？要是他再不快跑，这副娇弱的身躯都得被拆得七零八落。时隔3年，苏婉清每每想起此事，还是会忍不住耳根泛红，双腿发烫。然而她表面上却极为镇定，随意地撩了撩头发，那白皙漂亮的颈窝瞬间展露无遗，精致的桃花眼微微一弯，风情万种又潇洒自如。想走就走呗，我是去旅游的，自然玩完就跑路了。十足的渣女话语。厉景深盯着她看了好几秒都没动，似乎在探究她这句话中的真实性。但苏婉清毕竟在娱乐圈混，虽然名气不大，但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她丝毫没有躲避的意思，甚至还饶有兴致地问厉景深身上带手机没。厉景深没有吭声，为了避免弄脏他用那只没受伤的手从兜里掏出手机，解锁后递给苏婉清。苏婉清找到他微信里的收款码，十分爽快地转给他10万块，一边输入密码，
一边义正辞严地对他说：“会所里乱得很，不像姐姐这般收放自如，少去，大汗淋漓对身体不好。”话还没说完，苏婉清的视线就被厉景深的微信头像吸引住了。画面中，一个女人穿着白色衬衫，慵懒地趴在床边，柔顺的长黑发从白嫩的肩胛骨处倾泻而下，带着些许凌乱。衬衣领口宽松且偏大，后背露出一截极为漂亮惹眼的蝴蝶骨，凌乱中透着妖娆，性感的要命。而那白皙脆弱的蝴蝶骨上还残留着几个明显是刚欢愉后留下的红痕，仅仅看一眼就令人浮想联翩，心跳不已。逝去的记忆如潮水般再次涌来，苏婉清顿时脸色阴沉，删掉。厉景深见他生气，只要他一生气，他就忍不住放下一切去哄他。不管身处何地，他就着窗户，用那只干净的胳膊伸进车内，附在他的后脑勺上，垂着眼，压抑着炽热的双唇吻上他的唇角。别生气，这3年我全靠这张照片活着。驾驶位上的唐依然，不是吧？太刺激了！现在的年轻人都这么会玩吗？他这么大个人还站在这儿呢。苏婉清整个人都懵了，下意识地用牙齿狠狠地咬了他的唇。厉景深吃痛，闷哼了一声，松开了他。下唇被咬破了皮，还在流血，他却任由挂在那里，连擦都不擦。散开的领口显得既痞气又风流。苏婉清用力将手里的手机往厉景深身上砸去，他也不躲。苏婉清听到手机重重地砸在他锁骨上，与骨架碰撞出沉闷的声响，很疼。他冷着脸对他撂下狠话：“厉景深，别再有下次。”说完，苏婉清就让唐依然头也不回地把车开走了。厉景深望着那逐渐消失的汽车车尾，轻声笑了笑，用指腹轻轻蹭了蹭被他咬过的地方。行，别再有下次，那我们就来无数次。季艳里再次见到厉景深折回会所时，已经过了好一会儿。他被灌得酩酊大醉，嘴里骂骂咧咧的：“厉景深，你刚才魂不守舍的半路跑去哪儿了？”后面4个字突然卡在了嗓子眼儿。季艳里瞪圆了眼睛，盯着厉景深那明显破了口，还残留着丝丝血迹的嘴唇。不是，他震惊地咽了咽口水：“小景爷，你这抽空出去一趟是怎么回事？嘴被蜜蜂蛰了？”厉景深他懒得理季艳里，弯腰从桌上拿起一根烟叼在嘴里，正好叼在被他咬破的地方，侧头点着了火。会所里光怪陆离的灯光正好映照过来，将他身上那股欢愉浪荡的气息勾勒得淋漓尽致。等等，欢愉？季艳里后知后觉地明白了什么。你找女人了？没有，我就说向来性冷淡的小景爷根本不可能改变。季艳里话还没说完，就听到厉景深懒洋洋的一句：“被包养了。”季艳里张嘴就是一句脏话：“包养谁？你需要被包养？谁能把你包养？什么价位？”厉景深：10万。季艳里，这个世界真的要开始变得不正常了。10万块就能包养到这位小景爷？季艳里终究没忍住问了一句：“什么样的女人能搞定你这么个性冷淡啊？”回到碧水云天，已经是后半夜，苏婉清却怎么也没了睡意，唇上似乎还残留着些什么余温，总觉得发烫。苏婉清索性不睡了，把茶几底下落了一层灰的个性杂志封面素材拿出来翻看。要是被经纪人叶姐看到她这认真的模样，得磕头感谢8辈祖宗。当初叶姐就是看中了苏婉清这张明艳浓艳的祸水脸和曲线极致的身材，这2样无论哪一样都能在娱乐圈里当个花瓶而红透半边天。谁知她不仅极为佛系，甚至还有克星体质，接什么什么不火。在这娱乐圈里，苏婉清干什么都不行，唯独系男是第一名，就连她这个仅次于金牌经纪人的人都带不动她。直到天快亮，苏婉清才昏昏欲睡的趴下。下午4点被叶姐一通电话叫醒，说是前面谈的那个杂志封面，由于临时添加了传统旗袍的工艺元素，今晚要先进行试拍。苏婉清听到电话那头叶姐周围吵吵嚷嚷的，大概是正在忙。你先过去，我这边忙完就过来。叶姐最后补充一句：如果你敢消极怠工，我立马写遗书，明明是你害的。苏婉清，这威胁很有创意。不过最终她还是乖乖去了杂志封面拍摄现场。她穿着一件纯手工制作的高定刺绣旗袍，窄肩、胸前、腰臀线勾勒得相当到位，尤其是那道分叉直接开到了大腿根。长发高高挽起，四肢纤细白皙，再加上她那张天生的美颜，简直是活脱脱的艺术品，站在哪儿都能直接秒杀修图师。快门声此起彼伏，摄影师360度无死角的拍个不停。广告商十分满意，突然说道：要是能加个冲击性的噱头就更完美了。正在说着，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摩托车轰鸣声。苏婉清瞥了一眼，看到一辆黑色摩托车停在了摄影棚门口，头盔随意挂在车把上。他灵机一动，忍不住提议：机车上的旗袍，你们觉得怎么样？机车上的旗袍，广告商眼睛一亮，激动的直点头，这主意太棒了，够新颖，传统和野性的碰撞，能擦出火花。广告商忙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冲出去安排人去找车主商谈。没过多久，广告商兴冲冲地跑回来：可以了，车主同意了，借我们拍摄，不过有个条件。什么条件？苏婉清好奇地问。广告商兴奋地回答：他说必须跟我们一起拍。苏婉清心里咯噔一声，转头看向那辆摩托车。广告商笑眯眯地补充：有了帅哥和美女的加持，这广告绝对火。
苏婉清忍不住皱了皱眉，心想：行吧，反正不拍更尴尬。直到他整理完妆面走出去，看到倚在摩托车旁那个懒散的身影时，整个人瞬间就愣住。厉景深一条腿搭在摩托车上，懒洋洋地夹着头盔。看到苏婉清愣住，露出一抹不怀好意的笑。姐姐，不知怎么的，他嘴里吐出姐姐二字，总让苏婉清有种想掐死他的冲动。他忍不住心里暗骂，果然，打算要跟我一起拍的，果真是他。他转身准备拒绝拍摄时，叶姐像知道他心思一样，飞快地跑过来，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这是想让我死吗？苏婉清，你又想撂挑子，是想把我逼死吗？不是我不拍，苏婉清指着厉景深那，气愤地说道。半路杀出个陌生人，我可拍不了。你是拍不了，还是不敢拍？叶姐刚开口，厉景深就懒洋洋地发出一声低沉的笑。姐姐，他故意放慢了语调，嗓音沙哑的像是从地底下爬出来的，听得人心都痒痒的。我记得姐姐以前挺喜欢和我一起骑机车。苏婉清整个人都僵住了，急忙跑过去捂住了他的嘴。再乱说一个字，信不信我直接弄死你？厉景深靠在机车上，嘴角带着鄙夷的笑容，完全没打算收手。他随手一碰，机车和他的旗袍几乎紧密贴合，整个画面性感到炸裂。这一瞬间，所有的摄影师都开始疯狂拍摄，广告商也兴奋得像疯了一样，甚至叶姐都掏出手机按下了快门。随着画面不断变得更具冲击力，广告商连连点头，这感觉简直太热烈了，简直比修图效果还好。这时，厉景深似乎觉得玩够了，松开了苏婉清，嘴里低笑：姐姐，别生气。不过苏婉清此刻心情极差，根本没心思理会他，直接转身钻进车里。叶姐看了眼靠回摩托车上依旧一副痞帅模样的厉景深，心里已经想好了，要是没有这个人，今天苏婉清的拍摄效果也许就大打折扣了。他随口问道：你是苏婉清的弟弟？厉景深瞥了一眼车，笑得有些坏：算是吧。行。叶姐点点头，心里却暗自琢磨着，这家伙果然不简单。叶姐点点头，今天得谢谢你，一起吃个饭吧。行啊。厉景深的笑意瞬间加深。等到坐到餐桌前，苏婉清才发现叶姐竟然把他给卖了，看来是打算在这方面狠狠投入了一把。叶姐撇了撇嘴：都是自己人吗？苏婉清支着下巴，慢条斯理地看着叶姐，眼中带着一抹好奇：要是我泡了个男人，你开心吗？叶姐瞥他一眼，皮笑肉不笑道：我死了，你开心吗？挺开心的。叶姐很想死，真的是无言以对。菜很快就上了，叶姐热情地招待着厉景深，而苏婉清则心不在焉，完全没胃口，低头玩起手机来。正在这时，叶姐接了个电话，匆匆忙忙地对苏婉清说：明天我把车送到你楼下。转身，她又特客气地对厉景深说道：麻烦你帮我送他回去，晚上这么晚了，我有点不放心。苏婉清刚想开口拒绝，厉景深已经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骑着摩托车站在她身旁，表情从刚才的挑逗变得乖巧。姐姐，上车吧。苏婉清一时语塞，心想这弟弟还真是稀薄。回到家后，苏婉清睡得出奇的香，厉景深有自知之明，知道他不可能轻易让他进屋，于是把他送到家门口后就自行离开了。他脱衣服的动作非常迅速，边走边把自己扔进浴室，打开冷水，一股清冷的水流冲洗着他的浑身，几乎要把他逼疯。3年了，3年没人知道他内心的那股燥热，欲望如火一样煎熬着他。厉景深忍不住低咒，真要炸了。接下来的几天，苏婉清几乎都泡在了拍摄现场。娱乐圈的竞争向来残酷，风头最近的人自然能得到最多的资源，而苏婉清不过是挑选了几部自己喜欢的项目。这时，唐依然发来微信：最新那批男团跳舞特别带感，要不要去看看？蓝色消解烦恼，是时候解解压了。苏婉清回复了一个好字，转身对叶姐说道：我出去放松一下。拎着车钥匙，他走了出去。当他走进酒吧时，看到唐依然站在吧台上，一手举着酒瓶，另一只手指着舞池中间的男团们，兴奋地为他们打 call。苏婉清不禁一笑，走过去，唐依然撞了撞他的肩膀，挑眉：青青，怎么样？这些男团够不够格跟你那弟弟比？苏婉清若有所思地看了看那群舞动的男团，然后淡淡地说：不太够。他见过厉景深什么都不穿时那性感的腰腹线条，肌肉纹理分明，身形瘦而结实，若让他排第2，恐怕没人能排第1。正当他继续玩笑的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厉景深发来消息：在哪？苏婉清想了想，回了3个字：看剧本。厉景深刚和季艳里交代完工作上的事情，低头看了眼手机，刚打字时从会所2楼走下来，他不经意间侧头看见楼下舞池旁站着的苏婉清，他正用手机拍着什么。厉景深一愣，随后嘴角浮现出一抹微笑。他找到季艳里的号码，毫不犹豫地拨了过去：把电源给我停了。季艳里疑惑地接听：什么？停电源？厉景深毫不客气：停电源，撤掉舞池上的男团。季艳里，这人疯了吧？虽然心里腹诽，但季艳里不敢怠慢，赶紧下令让工作人员处理。与此同时，他也下定决心亲自去看看谁敢惹厉景深生气。突然，震耳欲聋的音乐停了，整个会所陷入了寂静，随之而来的是手机手电筒的亮光。苏婉清转头，
只见一位熟悉的身影从黑暗中走来，朝他靠近。厉景深步伐坚定，手捏住他的下巴，力度不小。他的笑容夹杂着些许隐忍和压抑。姐姐，你这剧本看得挺花啊，看到哪了？腰、胯，还是那条腿？苏婉清的脸一下子变得紧张，她的目光如刀锋般直逼他的内心，而他只感觉到被他捏住下巴的那只手，带着不符合他年纪的粗粝和强势。他皱起眉，厉景深，你在发什么疯？他低声重复，疼疼。他咬紧了腮帮，眼底的狂野与渴望几乎要溢出来。你真不乖。他低笑，另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腰，压低身子，嘴唇几乎贴上他的耳侧，低沉的语气依然是那种不羁。他们有的我都有，喜欢看戏吗？回去有扒光让你看个够。唐依然，这是不把他当外人了吗？他就这么堂而皇之的听到他们的对话了。现在弟弟们都这么野，放肆的不得了，是吧？很好，他也得去找个这么带劲的年下弟弟玩玩看。季燕里急匆匆赶过来，只看到他那位桀骜不驯的小景爷被一位绝美的女人拉着衣袖，头也不回的走了，居然没有反抗，完全任由他拉着。周围人的目光纷纷随之而动，有惊讶，有羡慕，还有满满的八卦情绪。季燕里震惊的差点从楼梯上摔下来，我错过了什么？正要回去的唐依然听见季燕里这句，停下脚步，满脸认真的解答，错过了一场精彩大戏。季燕里，感谢解答，真的是帮了大忙。这时季燕里的手机震动了，厉景深发来消息，把我那套房子卖了。季燕里满头雾水，厉景深送苏婉清回碧水云天，整个路程两人几乎是沉默的，直到他站在家门口换鞋，他站在外面的墙边像个孤独的雕塑，抽着烟，目光却锁定在他身上。苏婉清皱了皱眉，忍不住问，你还不回去吗？话刚落，厉景深的手机响了，季燕里打来的。房子已经卖了啊。厉景深捏着手机，声音低沉，似乎心情不太好。我睡哪儿？季燕里完全懵逼，这不是你让我卖的吗？那现在问我睡哪儿？季燕里一脸茫然，我哪知道。然后通话就被挂断了。厉景深无奈的歪了歪头，露出一个无害的笑。今晚要露宿街头怎么办？能不能收留我？姐姐。苏婉清，这个弟弟真是皮得有点可爱，他那副无家可归的样子简直能让人心软。他在心里骂了自己一遍，还没说话，就见他叼起烟，动作懒散的吸了一口，黑发有些散乱，整个人看起来懒散又惹人心疼。他笑了笑，算了，不为难你了，早就习惯了，随便找个地方睡。说着，他看着地板，像是真的想在这过道上待一晚。睡这儿行吗？接着他又笑，怕你不开心，可我就是想离你近点。这个小混蛋真是嘴巴坏，但就是让人觉得有点小恶魔的魅力。苏婉清心里叹了口气，过道你能睡着？能，以前常睡这儿呢。他一副得意的模样，明明是在逗他，却又怎么就那么有魅力？他揉了揉眉心，知道自己躲不过去，算了，客房那边有地方，你自己整理下，睡一晚，明天再说。好。厉景深立刻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声音低沉而有磁性，谢谢姐姐，心疼我。这语气简直就是想撩拨他的心。苏婉清没有理他，径直回了卧室。他平时一个人住，怎么舒服怎么来，睡衣自然也是最随性，没什么拘束。但现在孤男寡女，尤其是曾经有过那么多深夜长谈的孤男寡女，这就显得格外暧昧了。他这下终于老实穿上了内衣，心里有点莫名的紧张。他习惯睡前喝点红酒，走出卧室去倒酒，刚好遇到从客房出来的厉景深。他那目光毫不掩饰地扫过他的身材，停留在他白皙的双腿上，目光灼热。厉景深去把抬倒水，喉结滚动，脸上带着那种近乎戏谑的严肃神情。别委屈自己了。苏婉清愣住，你穿内衣睡不好，呼吸不畅，忘了？厉景深靠着吧台，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以前睡觉时总是会喊我帮你脱掉。苏婉清她真是受不了这个小混蛋了，没忍住脏话脱口而出，小混蛋。他却笑得不紧不慢，我不混，姐姐不爱啊。苏婉清快气疯了，心里默默腹诽，这是什么鬼？第二天，苏婉清刚从拍摄棚出来，就接到了外婆的电话。厉景深没有说话，安静地把她带到了副驾驶上，自己绕到驾驶室开车，直到车停在熟悉的街角，苏婉清才反应过来。她看向他，正要开口问，他却先他一步开口，上去陪陪老人家。那你呢？苏婉清问，要不要一起上去？厉景深笑了，声音带着一丝不正经，这么急着带我见家长啊？姐姐。他俯身，语气调皮，你这顺序搞错了，都没正式确认关系，就想带我见家长。苏婉清顿时语塞，他推开车门走进了家，顺手还拿了他的外套。厉景深看着他头也不回的背影，啧了一声，真没良心。他走进门时，看到外婆已经坐在沙发上，眼睛哭得通红。看见苏婉清回来，外婆一把抱住了他，这点小痛都受不住，以后找男朋友怎么办？苏婉清满脑子问号，外婆这话里哪来的暗示感？他完全没想到外婆会说出这种话。不过外婆又坐回沙发，看了他一眼，露出一抹微笑，轻轻戳了戳他的脑袋，还让人在下面等你多久？我都在电视里看见了。突然想到什么，外婆紧跟着又来了句，穿着别人衣服，这会儿还不把人带上来，亲亲。
你怎么还没开始就让人小伙子受委屈？苏婉清，这是什么情况？刚才还心疼他，现在又开始数落他了。这小老太太，刚才才在安慰我，现在就开始背叛了。可外婆根本不听，继续把苏婉清往门口推，直让他把厉景深给带上来。结果厉景深看到苏婉清这么快下来，倒是有些疑惑。他刚下车，准备为她打开副驾驶的车门，结果车门就被苏婉清按住了。恭喜你，愿望成真了。厉景深，苏婉清一脸认真地看着他，字字清晰地说道：“我外婆说让你上去。”厉景深，这事儿来得实在太快，厉景深一时间愣住了。他咬着烟，愣了2秒，才缓缓问：“你真把我们俩的关系就那样说了？”苏婉清，她本来就不爱讲话，现在脸一僵，心里突然有了想逗弄他的念头。他说要找你算算账。苏婉清心不在焉的瞎话说得特别认真，坚定的像入党一样。他以为厉景深会用点小花招来掩盖这事儿，结果他将烟一摘，眼角上扬，勾起了一个坏坏的笑。算完账后，外婆能让我明目张胆的藏进你床上吗？苏婉清，这家伙真是个小混蛋，连脑洞都不按常理出牌。想得美！他反应过来，狠狠回击。当他们进入屋时，外婆早已泡好热茶，语气满是关心：“外面这么冷，你怎么穿这么少？”说完又瞪了苏婉清一眼：“你把人外套穿走，自己暖和了，却让人受冻。”苏婉清，厉景深，外婆，我扛冻。厉景深漫不经心的回应，像是随口一说。苏婉清决定干脆不理，去浴室洗澡了。看着苏婉清走进浴室，外婆看着厉景深，叹了口气。青青其实心底是娇气的，可是自从他妈去世之后，她就把那份柔软藏了起来，对谁都不肯再露出脆弱，自己一个人竖起了强硬的自我保护。外婆笑着看着厉景深，直到遇见了你。厉景深听得认真点头，外婆顿了顿，又笑了。你要不要跟我重新介绍一下自己？厉景深也毫不客气。外婆您好，我是厉景深，22岁，生日农历12月29，身高189，体重72千克。我很喜欢，真的很喜欢苏婉清。外婆听得直点头，脸上的笑容越来越浓。你们发展到哪一步了？厉景深挑了挑眉，3年前已经该做的都做了。外婆愣了一下，那你们不是已经很久在一起谈恋爱了？厉景深，没谈。外婆，厉景深淡定地抿了抿嘴，语气依旧带着痞坏。我们还没正式确认关系。外婆，厉景深补充道，还没确认关系，倒是做了挺多事儿。外婆脸都绿了，转身快步朝浴室跑去。苏婉清，你年纪轻轻就把小禽兽那事儿干得挺好。3年前陆小弟才多大，你就对他那样，这么久了，你居然还不正式确认关系？外婆一边愤怒地喊，一边拎起擀面杖，准备进浴室教训苏婉清。你出来，我知道你洗完了，你让小鹿白白受了这么久的委屈。苏婉清从浴室出来，正好看到外婆亲自送厉景深进了她房间，她的心中有些复杂，不禁想到刚才厉景深下楼时的那句算完账，外婆能让我明目张胆地进你床上，而现在他的确坐在她的床上，还是外婆亲自送来的，完全不需要藏着掖着，明目张胆的很。外婆气呼呼地走到他面前，严肃地低声说道：“真不知道你这女流氓跟谁学的，你妈只知道死心眼，结果你倒是10个花花肠子。”苏婉清笑了笑，眼睛扫向那边的厉景深，发现他笑得快不行了。他转头一副正经的样子回答外婆：“有种东西叫隔代遗传，我没随我妈，但她的妈倒是很有影响。”外婆听得气得笑骂：“你这个小混蛋，连我都敢污蔑了。”不过外婆并没有忘记提醒他，小鹿是个好孩子，别辜负了他。我可不是那种老封建的人。老太太一边拍了拍苏婉清的手，简直像是鼓励似的。今晚你们好好休息，外婆啥都听不见。苏婉清耸了耸肩，懒得跟他矫情。他把厉景深拉到一边，低声跟他说：“这里没有男士衣服，要洗澡只能用我的浴巾了。”厉景深听到这话，笑意突然加深，突然从背后环住他的腰，滚烫的呼吸在他脖颈间拂过，带着些微的痒意。姐姐，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种积压许久的欲望。我憋了3年了，我们能不能试试？他语气中的不安分像是在挑战他的底线。我保证不乱失控，听你的控制。外婆都同意了。苏婉清眼皮微抖，她知道厉景深这一套，深呼吸一下，咬了咬牙，淡定的开口：“你倒挺会告状的，才洗个澡，外婆就被你给忽悠得像个知情人。”他一边说着，手指轻轻触碰着他环住他腰的那只手背，指尖在上面一下一下的玩弄着，青筋微微凸起。这会儿倒知道提要求了。他轻轻侧头，长长的睫毛在鼻梁上投下漂亮的阴影。厉景深眯了眯眼，声音带着几分玩味：“姐姐，你挺坏啊。”“有你坏？”苏婉清反问，脸上不带任何情感，笑意带着点痞气和不正经。厉景深低笑一声，起身走进了浴室。水声很快响起，没过多久，他就围着苏婉清的浴巾出来了。那浴巾小得可怜，正好被他宽肩膀和细腰的身材撑开，湿漉漉的水珠顺着他的肌肉线条滑下，性感的令人目不转睛。苏婉清懒懒地眯起眼，脸上带着兴趣和一丝挑衅。厉景深瞥了他一眼，叼起一根烟，半躺在床头，那条浴巾瞬间被他解开，
场面瞬间变得充满张力。苏婉清的呼吸瞬间停滞，瞪大了眼睛看着眼前的他，心跳加速。厉景深从最初懒散的目光到渐渐变得炙热，眼睛里流转着无法掩饰的欲望。他轻轻勾了勾唇角，声音低哑：“姐，你真坏。”气氛愈发燥热，但这两个人之间似乎都有种默契，彼此并没有急着停下来。直到最终，厉景深再也忍不住，嘴角带着一抹哑笑，笑容妖冶的几乎让人窒息。他的心跳急促的像要跳出来，意识开始模糊。最后还是厉景深忍不住了，接着的画面像是从小说里抽出的情节。苏婉清的伤并没有好转，她从浴室出来时就被厉景深抱进了医院。医生是个年轻的女性，看着他们两个，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年轻人在追求刺激，也得学会节制啊。这么细皮嫩肉的，哪受得了这么大力气？他叹了口气，又说道：“这个地方不好恢复。”厉景深答应得很快，表情严肃：“知道了。”苏婉清无奈地看着他，心里也明白，当时他真的没意识到，3年前的那些事情给他留下了多深的伤痕。等到了医院外，厉景深抱着他走出大厅，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身高腿长，长相英俊，周围的人都不由自主地投来羡慕的目光，每一步都显得如此高调，恍若是电影中的情节。就在这时，一个大约27、8岁的男孩从车里下来，快速接过厉景深的行李箱，顺便又偷眼打量了一下怀里的苏婉清。厉景深笑得温柔又有些得意：“这是我女朋友。”他转头向苏婉清介绍：“这位是我在他国的朋友孙少川。”孙少川一眼看出苏婉清与厉景深之间的关系，直接张嘴：“嫂子。”虽然苏婉清比厉景深大3岁，但她的外表完全不像。他笑着点了点头，顺势问道：“你在他国待过很久吗？”“4、5年吧。”厉景深点头，语气轻松：“那时候在云城遇见你之后，我就去了他国。”他这话说得风轻云淡，苏婉清倒也没在意，继续随便的聊着。很快，他们就到了厉景深在他国的别墅。这别墅看起来简直像个艺术品，简约而不失奢华，气派的让人有种压迫感。苏婉清打趣道：“你这别墅停个飞机应该没问题吧？”“是啊。”厉景深懒散的应道，似乎完全不觉得他说的是玩笑话。苏婉清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目光在他身上上下打量，眼神复杂。他微微挑了挑眉：“你这是男模界的顶级人物吧？”“厉景深侧头看着他的眼神都带了些许笑意：“你觉得我该做男模？我还听说男模在他国能赚得很爽。”苏婉清满不在乎地打量他：“你这颜值拿去做男模，走路能横着走。”厉景深笑着捏了捏他的脸，带着几分调皮，靠近他的耳边低语：“宝贝儿，你是觉得我太帅吗？”他嘴角带笑：“你以为我真是去当男模的？那不过是为了勾引你。你这男人真是直白的让人受不了。”苏婉清假装不耐烦地转过头，耳朵因他的情话染上一抹红。屋里很干净，显然经常有人打扫。厉景深带着他走进2楼，推开一扇门。屋子里是苏婉清喜欢的浅色调，阳光透过大窗洒进来，温暖明亮。床单是他最喜欢的软杏色，旁边有一个秋千式的吊椅，显得既可爱又别致。更让他惊讶的是，里面有一个大气精致的衣帽间，里面的一切都像是精心安排过的一样。他瞪大了眼睛看着厉景深：“这你是提前布置好的吗？”厉景深懒散地倚在门框上，抽着烟，嘴角勾起一丝意味深长的笑容：“欢迎回家，我的大小姐。”这一句话简直让苏婉清的心跳一瞬间停顿。他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房间是他为他专门准备的，所有的细节都透露出他对他的用心。他的心情复杂，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厉景深，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低声问道，语气带着一丝震惊。“没什么大不了的。”厉景深轻松的回应，“不过就是一些小事，没难度。”他想继续问，却发现他没有再多说。“你就这么有信心，不怕我拒绝？”“不怕。”厉景深笑得更放肆了：“如果我使尽浑身解数都得不到你，我就绑着你也得让你答应。你真是疯了。”他的笑容带着疯狂的自信，语气充满了挑衅和激烈的情感。正在此时，孙少川终于忍不住开口了。他看了看厉景深，又看了看苏婉清，戏谑地说道：“深哥，难怪你这么拼命往前爬，原来是为了他。”他说的轻描淡写，但其实充满了肯定的意味。这姑娘确实够漂亮，怪不得你愿意为她豁出去。行了。厉景深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示意孙少川别再多说，然后转身温柔地把苏婉清送进房间：“有什么需要的，随时喊我。”说完，他关上了门，留下苏婉清一人。厉景深懒散地把烟卷又咬回唇边，依旧是那副不紧不慢、散漫自得的模样。“有事就说吧。”孙少川耸了耸肩，一脸的轻松。“那帮小子从哪儿听说你回来了？现在在那边正嚷嚷着找你麻烦呢。”厉景深在他国的地下娱乐场所可不是一般的大，甚至说是他们的老巢也不为过。那些人跟他早就结下了梁子，恨不得抓住他，想方设法的报复。“哦，找麻烦是吗？”厉景深轻笑着，唇边的烟雾一缕缕地散开，竟带着几分不羁的性感。房间里，苏婉清站在那里愣了好一会儿，直到她的视线开始不自觉地在这间房间里游走，她心里有些难以言说的痛，眼睛越来越酸涩，甚至红了。
他从包里拿出一根女士香烟，点燃，缓缓吐出一口烟，最后轻声骂了句：“小混蛋，你真他妈疯了！”他低语，仿佛是在说给自己听：“我是真他妈爱你。”厉景深不紧不慢的回应，语气里带着一种放荡不羁的自信。苏婉清笑了笑，烟雾萦绕，她靠在墙上，站得有些发呆。过了一会儿，她掏出手机，拨通了田医生的号码，声音沙哑的不像话，像是受了伤一般。我想治病，1%的希望我也想治。田医生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你在哪儿？”他国。苏婉清简短的回答：“巧了，我正好几天后也得去他国会诊。”田医生微微一顿：“到时候见。”好。苏婉清说，随即又有些沉默。田医生似乎忍不住又提醒了一遍：“你这病在治疗期间会很危险。”苏婉清毫不在意的回答：“没事儿。”他的心里满是决绝，再危险也不过是命。厉景深已经为他拼下那么多，他又怎么能不为他努力一次呢？小混蛋太过炙热坦荡，他该得到最好的，而他想要为他创造一个完整的爱情。不久后，苏婉清与导演组会合，准备开始拍摄。电影的开场设定在一座杂乱无章的地下娱乐场所，而他饰演的女主角苏婉清必须吸引一个叫辉哥的角色的注意，才能打入敌人的内部。这间娱乐场所巨大，一桌桌的客户都几乎坐满了，而辉哥坐在最里头的大桌子旁，左右抱着姑娘。申哥孙少川朝着厉景深的方向指了指，他们人就在那儿。他挑衅地笑了笑：“去玩玩。”厉景深斜眼瞥了眼，目光定格在了占据场子一角的威尔和他那群气焰嚣张的手下。似乎威尔也注意到了他，挑衅似的挥了挥手：“好久不见，厉景深。”厉景深微微一笑，拿起烟继续夹在嘴里，随手交给旁边的工作人员点燃。他那张侧脸无比诱人，烟雾缭绕中带着几分痞气。他慢慢朝着威尔走去，而苏婉清则站在原地，目光透过人群，悄悄打量着局势。导演喊了几次 NG， 他才如梦初醒的转过身，开始照剧本进行。嗨，他笑得妖娆又甜美，走到了辉哥那桌，飞吻轻轻地朝着几个人送去。脸蛋、身材、皮肤，一切都完美无瑕，简直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美人。辉哥显然对他产生了兴趣，这哪来的大美女，会玩吗？要不哥哥教你。他调皮地笑道，直接坐到了辉哥对面。他的视线从厉景深的背影上移开，虽然他现在得专心拍摄，但那边威尔的挑衅眼神还是让他无法忽视，心里莫名的有些焦虑。拍摄进行的并不顺利，导演叫停了好几次。第3次 NG 时，导演走到他身边，板着脸，语气严肃：“你这是怎么回事？注意力去哪儿了？”苏婉清有些无奈地抿了抿唇，低声道歉：“抱歉，导演。”不过，他抬头，眼神明亮：“要不我们换个切入点？我觉得直接朝辉哥靠近，目的性太强了，能不能让剧情更自然一点？我们做个声东击西。”导演眼神一闪，虽不完全赞同，但也觉得他提的意见有道理，毕竟原本的设定显得太过刻意。好吧，试试。你试试。导演挥了挥手，示意工作人员重新调排位置，再来一次即兴演绎。苏婉清轻轻笑了下，撩了撩头发，顺势让辉哥坐到了他刚才的位置，镜头对准他。苏婉清像个不急不躁的女王一样，迈着步子走向那桌。她纤细的胳膊轻轻绕过坐在他对面的男人脸庞，仿佛要捂住他眼睛，结果只是轻轻一侧头，那大波浪头发也恰好流露出些许魅惑，直直垂落在他白皙的胳膊上。宝贝儿，猜猜我是谁？猜对了我弄死你，猜错了你自己弄死自己。听到这声音的厉景深眉头猛地一跳，差点没忍住想回头，却被苏婉清纤细的手按住了肩膀。跟朋友有点事，正儿八经的事儿。苏婉清笑得有点妖艳，要不要跟姐姐说说这事儿到底有多正经啊？一字一句像是踩着他回他的消息内容在调侃厉景深。这地方确实很乱，他原本想让人把苏婉清送走，但他根本不给他机会，他就那么侧着身，把手按住他的肩膀，直接绕到他怀里坐下。学会撒谎了，他笑着说，眼里却有一丝危险的光。厉景深愣住了，没敢回他的笑，直直看着他，张了张嘴想解释，却发现自己竟然什么也说不出口。他怕他知道他不那么干净的一面，怕他会害怕，然后想要退缩。就在这时，对面的威尔突然笑了，笑得特别明目张胆。厉景深，这是你女朋友吧？不错嘛，长得这么漂亮，身材也……他的话没说完，厉景深抄起一张牌，直接飞过去。如果威尔不够机警，那张牌估计直接能割开他的嘴。厉景深，你再乱看，试试看是我的牌锋利，还是你的眼珠子更锋利？厉景深边说边脱外套，迅速把他披在苏婉清身上，准备把他横抱着走。不过威尔眼疾手快，立马挡住了他的路。他早就等着找机会教训厉景深了，今天更是气不过，要把这场戏收拾得干净。今天这局不搞定，你可走不掉。厉景深，曾经你吃了我那么多，怎么可能不吐出来点呢？厉景深抱紧苏婉清，紧得能感受到她的心跳，脸色越来越沉，手紧了紧。太阳穴的青筋一跳一跳，他那股躁动的能量简直要爆发出来了，但他却硬生生忍住了。他低声哄她：“我先让人送你回去，晚点我负荆请罪，行吗？”苏婉清却笑了，笑得一脸坏笑。他想搞你，厉景深，我只让你搞。姐姐乖，先回去。苏婉清慢慢从厉景深怀里挣脱下来，她现在还在拍摄，
虽然威尔想搁厉景深身上搞事情，他不能先回去。他这人有个坏毛病，就是特别护短。他坐到了刚才厉景深的位置，风情万种的交叠起2条腿。他一笑，目光冷得像冰。这局你想玩什么？要不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一个赌注？我和你玩，谁输谁就脱衣服，怎么样？威尔的眼睛瞬间亮了，导演也吓了一跳，紧紧盯着摄像屏幕，这可是个不一样的切入点啊！观众立马被吸引了过去，导演赶紧挥手示意调整机位，确保无死角拍摄。厉景深的脸色越来越沉，旁边的孙少川看到这一幕都傻眼了。苏婉清，坐下。苏婉清笑着挑了挑眉，痞气十足地冲他反问：姐姐罩你？厉景深忍无可忍，干脆拉开椅子自己坐下，然后把苏婉清直接拎到自己腿上坐好。行，那你可得好好罩我，别让我不舒服了，脱不了身啊。他的话说得没心没肺，但脸上却带着一丝挑衅。苏婉清慢条斯理地捏着牌，目光冷冽，尽管他嘴角挂着笑容，但那种魅力足以让任何男人神魂颠倒。威尔简直看得目瞪口呆，美人儿，你这可禁不住脱啊！要是早点跟哥哥认个错，坐我怀里来，哥哥考虑考虑怜香惜玉，只怕你没有那个命。厉景深目光阴沉，心里突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占有欲。苏婉清慢慢抚摸着他的下巴，笑着看向威尔：那大哥，你是要加注吗？威尔低下头打量他，突然笑了：小妞儿胆子不小，不愧是厉景深的女人。好啊，再加5000万。威尔的话音刚落，他身边的人立刻将筹码推到桌子中央。苏婉轻轻哼了一声：我胆大，你倒挺小啊。威尔的脸色瞬间变得难看，明显气得不轻。厉景深毫不客气地低笑了一声，凑到苏婉清耳边小声道：姐姐别坏了规矩，你怎么能注意别人那么小的事？苏婉清掐了下厉景深的大腿，他闷笑着嘶声求饶：疼。威尔气的脸色青白交替，盯着苏婉清的手指动作，显然不认为他是个玩得起的行家。他刚准备再出手扫视了自己的牌，忽然一挥手，全推了惊天。他不仅要打击厉景深的锐气，还要当着他的面玩弄他的女人。那2个亿的筹码迅速被推到桌上，苏婉清微微一笑，带着几分狐狸般的妖艳：开牌吧。威尔满脸得意地翻开3张同花顺，指着苏婉清挑衅道：来吧，哥哥尽量不让你哭。好啊。苏婉清笑容依旧，轻松地把3张牌翻开，缓缓露出3张 A。大豹子，不好意思，您输了。厉景深挑了挑眉，似乎对这一切并不意外。威尔的脸色大变，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怎么可能？他瞪大了眼睛，指着苏婉清大声骂道：你有问题！谁也没看到厉景深是怎么动手的，只有他懒洋洋地坐在那，似乎对这一切不屑一顾，冷笑道：骨头没张牌应威尔愤怒至极，跨过桌子就要扑向厉景深。然而他根本没机会接近，厉景深一手拉过苏婉清，猛地一脚踹在威尔胸口，直接将人踹飞，狠狠地摔在了墙上，吐出一口血。威尔的手下见状，立刻冲上来，可厉景深的人更快，一把将他们按在桌子上。导演从旁边的监控屏幕里看得目瞪口呆，紧张的挥手示意：辉哥，过去处理这场面比任何剧本中的情节都要震撼，真实又紧张，绝对吸引眼球。咔！导演大声喊道，满脸激动，跑到苏婉清身边，眼神如同看见钞票飞舞一样，充满兴奋。苏婉清，这一幕简直完美极了，你简直带感，谢谢导演。厉景深则眉头紧皱，似乎突然意识到，你们是在拍戏。苏婉清优雅地整理了一下外套，转头看向他，声音轻描淡写：我在拍戏，而你呢？你可是和朋友谈事儿，非常正经的那种。厉景深默默地吐出一口气，简直想笑出声，但他却一时没说话。苏婉清和剧组里的一些细节要沟通，而导演的确也是个有脑子的高手。不过毕竟这是娱乐场所，有些事也无需多问。他处理完这一切后，带着团队离开。苏婉清也一同跟上，孙少川站在一旁，眼睛睁得大大的，满脸惊愕。深哥，嫂子是演员还是赌神啊？他那气场简直 A 爆了。厉景深没有回应，目光紧盯着苏婉清的背影，突然有些无奈的笑了。是啊，他从来不让人省心，就他那直率的性子，哪怕他撒个谎被他当场揭穿，他都不急不恼，反而显得越发淡定。苏婉清似乎已经越来越在意他了，而他又该如何去哄他呢？就在他准备放下手头的事去追他时，突然在娱乐场所外看到了苏婉清。他慵懒的斜靠在他那辆深蓝色的机车旁，裙摆随着风微微飘动，露出一截细白的脚踝。他手指夹着一根烟，整个人看起来像是脱离了凡尘的风情，目光精准地撞上厉景深的眼睛。苏婉清不禁勾唇一笑，深哥。厉景深眉心瞬间紧绷，差点没咬破了牙。那一声深哥让他的神经几乎紧绷到极限。他大步走到他面前，眼神锁定他，侧脸微微绷紧，腮帮紧咬，整个人散发着一股不容忽视的锋利感。你叫我什么？他伸手想拿掉他手里的烟，却被他不动声色地躲开了。他仿佛变成了个风情万种的小渣女，冲着厉景深轻轻吐了个烟圈。深哥。虽然语气乖顺，仿佛是顺从他的引导，但那股微妙的坏劲儿可不言而喻。厉景深完全没注意到他是不是坏，整个人只被他那一句深哥激得火热，几乎没有任何预兆。他
他就一把捧起她的脸，低头狠狠吻了上去，直接撬开她的牙关，热烈而充满索取。周围经过的人都忍不住偷看，男高女美，简直成了路上的焦点。苏婉清一开始顺着他，等到他吻得最用力时，他突然调皮地绕开他唇舌，反而猛咬了他舌尖。厉景深还没从那种极致的刺激中回过神，就猛地被他一口咬回了现实。他闷哼了一声，带着一丝疑惑，抬眉看向他。苏婉清不紧不慢地抬起下巴，指了指他背后那个娱乐场所，跑来这儿玩，弟弟。他又戏谑地加了一句：“你真是叛逆啊！”厉景深瞬间无言以对，整个人有种被调侃到的无奈感，那种被他挑衅却又甘心接受的感觉，让他心里涌上一股莫名的火热。他不动声色地调整了下自己的呼吸，突然认真地回他：“我没想骗你。”他的语气不急不缓，带着几分坦诚：“我怕你觉得我不干净。”他怕他看到他那一面，害怕他会因此而离开，小心翼翼地珍惜着这段来之不易的感情。厉景深几乎用命去保护他，怎么敢冒一点点风险？苏婉清轻轻看着他，眼神柔和，却又带着一丝犀利。你一个人在他国的那些年，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吗？厉景深怔住了，他以为他会质问自己为什么撒谎，为什么坐在别人身边，为什么威尔会找上门来，但他什么都没问，反而突然冒出这样的一句话。厉景深缓缓点了点头，语气低沉却极为坦诚。他的眼睛看着他，烟雾缭绕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寂寞。烟草被他抽完，他又重新点上一根，单手插兜，微微笑了笑。苏婉清，我确实是个离经叛道的人，但我不是天生坏。他微微叹了口气，眼神深邃。如果你觉得害怕，我也可以改改这些毛病。话还没说完，苏婉清突然踮起脚尖吻上了他的唇。他穿着高跟鞋，想亲他都得抬脚，这让他心里也忍不住一阵得意。他勾住他脖颈的手，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带着一丝温柔的安慰。阿深，辛苦了，他低声说道，眼眶不由得湿润。辛苦你一个人坚强的长大。他的语气轻柔，带着一丝心疼，仿佛在回想着那些不为人知的岁月。厉景深感受到他的情绪，心里微微一痛，但他并不为此流露出来，他反而更加用力地搂住他的腰。不行，他低声笑了，如果我早早被你带回家，怎么可能有机会喜欢你？他的声音带着一丝调侃，宝贝儿，虽然我比你小，但我要比你更快地长大。他亲吻了他的耳尖，笑得像个有些无赖的少年，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有资格去爱你。他那股调皮的劲儿又浮现出来，我得先长大，然后把所有的美好都捧到你面前，要不然要是别人先一步怎么办？我去找谁哭？苏婉清无言以对，只能无奈翻了个白眼，心中却被他的言辞暖得发烫。